普京定下接班人新准则，以实战定将领生死。乌克兰前总统放话打到莫斯科，乌军无人机群直扑莫斯科，幻影特战队出击，炸毁2架俄反潜王牌 B-12和1架米8。俄810旅重创出局，后勤、弹药、宿舍全部被毁。卢甘斯克炸翻天，俄第70军火库被彻底摧毁。美军增兵委内瑞拉， F-35和3艘神盾舰兵临城下。普京自救，愿重新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拉平上将的下台在意料之内，只是没想到比预期晚了3年。拉平上将的连败战绩大家有目共睹，其实早应该被克宫拉出来祭旗，来抚慰俄军怨气，提振军心。只是凭借他自身强大的人脉，硬生生为自己在军旅生涯结束后谋划了一个不错的新工作。因此克宫虽将拉平解职，但也让其重新定义能打胜仗的标准。在拉平被踢出局期间，普京曾罕见公开明确军队领导人的接班标准。普京强调，必须将机会给予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真正表现出色的人。直言道，要让那些愿意将生命抛之脑后的人来接我们的班。尽管普京未点名具体人选，但这一表态明显是防着出现第二个像拉平一样的庸才。目前俄罗斯军方高层正经历更深层次的调整，从岗位轮换到解除现役，克里姆林宫不再容忍政绩换血，转而以实战优劣重构军中全力梯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尚无公开消息显示俄军内部会有哪些将领会在本轮调整中重返要职，但乌克兰强硬派却在第一时间发表了看法。据乌克兰 Apostrophe 报道，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坚科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只要普京还在，乌克兰就不可能安全，现在应该向前推进，打到莫斯科。话音未落，乌军无人机就连续2天对莫斯科实施了空袭。俄罗斯卫星社9月23日援引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的话报道称，俄国防部防空部队22日摧毁了15架袭击莫斯科的乌军无人机，23日早上又摧毁了2架。索比亚宁称，目前俄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碎片坠落现场开展工作。乌军屡次成功的远程打击，让俄军士兵都一开始不再相信自己的防空系统，加上乌特战队的针对性渗透打击，让莫斯科安全变得岌岌可危。如在最新的渗透打击中，乌军特战队就在莫斯科西南不到200公里的卡卢加地区再度成功破坏了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的发射装置和雷达站，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莫斯科的防空。接下来乌特战队可能会直接潜入莫斯科一带发起行动。除莫斯科外，9月22日，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斯塔罗德列维扬科夫斯卡亚镇的一座变电站。地方当局表示，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引发了位于该地区卡涅夫斯科伊区变电站的火灾，俄紧急服务人员被派往现场进行救援。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俄官方也未透露该设施的损坏程度，只是声称一夜之间在该地上空拦截了25架乌军无人机。乌方消息则称，乌军无人机至少命中该变电站5次。同时，俄电报频道报道称，附近的索西机场因袭击暂时停止运营，导致20多个航班中断。到了乌克兰战场，乌军的远程打击更为猛烈。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在21至22日晚间发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一个度假区内俄高级官员。俄国防部22日证实称，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弗罗斯疗养院，造成2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发生时，该疗养院内正在举行一场闭门私人聚会。俄频道称，那里有非常重要的客人，目前尚不清楚这所谓的非常重要的客人都有谁，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情报局麾下的幻影特战队还在克里米亚卡察附近击中了2架俄罗斯 B-12海上巡逻机。现场视频清晰拍下了战机遇袭的最后场景，接着就被一片爆炸声掩盖。夜视仪也记录了多个着火点，火势很快同升起的烟雾混杂成一片。这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首次击毁俄军的反潜机。该机型配备了昂贵的设备来识别打击潜艇，是一种反潜2栖飞机。保守估计，俄军此次损失了至少3000万美元。此外，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还声称，在袭击中还打掉了俄军1架米8直升机。1天前，乌军才摧毁了克里米亚3架米8和1个雷达站。如今新战果流出，很可能是乌军随后又展开了连续的行动。在流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米8已经变成了残骸，到处是废墟一片。前线战场，红军村战斗依旧惨烈。乌总参谋部公布了新战果。
苏梅库尔斯克方向，俄第810师旅再受重创。乌军第8特战团的作战支队在金德拉蒂夫卡附近成功摧毁了该旅位于前线的后勤中心、弹药库、补给仓库和宿舍。不出意外，该旅将被迫退出战场。与此同时，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精锐的第225突击团正在猛攻苏梅的奥列克西伊夫卡。报道称，乌军从两翼向俄军第30团的控制区发起强攻，并成功突破了一些阵地。流出的画面也显示，乌军在该地升起了旗帜，宣示对此地的控制。事后，泽连斯基确认称，俄军攻势正在被挫败。俄方消息源则声称，奥列克西伊夫卡的大部分仍被俄军占领，但他们也承认遭到了战术性包围。后续战况如何，火力军将持续观察。库比扬斯克方向虽然遭到了乌军强势反攻，但俄军仍在利用人数优势，以2至5人的小组进行渗透和破坏，不断进行肉弹冲击，妄图占领某些建筑物建立据点。但俄军的这种打法意味着更大的损失。红军村米尔诺拉德方向，图片报道，乌军突袭了米尔诺拉德附近的俄军阵地。此役中，乌军还升空战机，朝俄军的聚集点投掷了 GBU-62 制导炸弹，目标则是隐藏在矿井处的一个指挥所。现场视频显示，俄军的阵地被击中后，迅速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并伴有明显的火光。俄军指挥部所在的建筑群也冒起浓厚的烟雾，弥漫在红军村的上空。多布罗皮蒂亚方向，乌军的包围圈也没有松懈，在3个包围圈内，至少2支俄军部队被困。俄军在该方向的处境日益艰难，而且据前线军事记者披露，乌军正在逐步收紧包围圈，形成合围态势。这也使俄军内部的恐慌正快速蔓延，甚至被爆出有部分军队被俄指挥部抛弃的消息。乌军对红军村的反攻进行的已经有段时间了，取得的战果大家有目共睹的，且还有效支援了其他战线。在该战区，火力军想额外提一下乌军一支特别的部队——巴西特遣队。巴西特遣队来自第2国际军团，在战斗中，其主要是利用丰富的作战经验来包围和逐一消灭被困的残余俄军。据悉，巴西特遣队的很多成员都是巴西军队或警察部队的老兵，在小规模作战、侦察和城市、丛林作战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专业技能。在乌克兰战场上，其作为高机动步兵，可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战斗力十分强劲，有效弥补了乌军步兵数量不足的劣势。如今，其不仅被用来清剿俄军残兵，还不时发动突袭，给已被围的俄军造成更大损失。公开资料显示，在巴西大约有60万乌克兰侨民，其中很多人聚集在巴拉那州，而乌军的巴西特遣队就有不少乌克兰侨民，因其爱国心回到乌克兰参战，同时充当翻译，减少了巴西战友和乌军之间的语言障碍。当然，整体上更多的巴西特遣队成员还是来到乌克兰，不过他们都是出于一样的信念：愤慨和公义，以及不可避免的赚钱。乌克兰军队给了他们和乌军一样的报酬、待遇、抚恤和荣誉。回到乌克兰战场，在第聂伯河沿岸，乌军第40海防旅的 FPV 无人机精准打击了俄罗斯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人机配备了人工智能和自主瞄准系统，它们像一道屏障，巩固着乌克兰的河岸与海岸，并且打击影响着俄军的后勤系统。与此同时，乌总参谋部也于昨日发布了他们此前袭击卢甘斯克的2个重要战果报告，即8月29日在卢甘斯克地区博格达尼夫卡附近，乌军击中俄军一座大型无人机仓库，1.9万架无人机及相关设备被毁。接着是9月18日，乌军击毁了俄军第7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个军火库，大量车辆和弹药被毁。战场之外，美军增兵委内瑞拉 F-35与3艘神盾舰兵临城下。据军队识别网的报道，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的军事集结有了显著升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军在附近完成了一个具备全领域作战能力的整合战斗部队部署。报道披露，美国南方司令部已增派10架 F-35A 至波多黎各的前进基地，在海上则至少派遣了3艘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在委内瑞拉沿海作业，包含邓汉号、格雷夫利号以及桑普森号，他们均是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此外，在舰队中还包含伊利湖号神盾导弹巡洋舰，以及至少1艘在加勒比海秘密行动的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舰。值得注意的是，由硫磺岛号2栖突击舰率领的2栖待命群也已抵达该区域。该舰队搭载了来自第22陆战队远征支队超过4500名海军与陆战队员，并配备有 AV-8B 攻击机和 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具备快速突击的能力。报道更指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隐蔽单位也已就位，准备随时执行针对高价值目标的突袭或破坏任务。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丝毫没有示弱，他宣布启动玻利瓦尔民兵组织，动员超过800万民兵进入战备状态，
据悉，其已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5336支新的民兵部队，部署多达 1.5 万处的防御设施，更是启动了曾经被封存的武器装备，包括600多辆主战坦克、1400多辆各型装甲车、400多门重炮以及200多万支轻型枪械。此外，在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委内瑞拉还部署了超过 2.5 万人的军队，5个州则开始实施特别增兵计划，军舰和无人机全部出动加强沿海防御。马杜罗这是准备在全国284个前线地点与美军打一场持久战。后续情况发展，火力军将持续跟踪报道。欧洲方面，法国外长巴罗公开透露称，欧盟已经与美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方案达成了协议。他称，这次的制裁力度超过以往，将对俄方的能源和金融系统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这样不妙的局势，普京第一时间跳出来指责欧洲破坏俄美关系，并降低姿态缓和与美关系。据战争研究所报道，普京9月22日宣布，俄罗斯将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26年2月到期后，重新遵守该条约1年时间。而所谓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将美国和俄罗斯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炸弹数量限制在1550枚，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用于核任务的重型轰炸机的数量控制在700架，而已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和轰炸机的数量则限制在800架。公开资料显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11年生效，俄罗斯于2023年2月暂停参与该条约，理由是其声称美国正在发展新型核武器。但如今欧美关系的升温加上战争局势的严峻，使普京不得不放低姿态，以重新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行动来向特朗普示好，促进美俄和解，并让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上做出让步。当然，前提条件美国也必须这样做。普京呼吁俄罗斯机构应在俄罗斯遵守协议之前，监督美国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遵守情况。同时，普京声称完全放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是一个错误和短视，并威胁称俄军将通过军事手段来回应任何威胁。不出意外，这将是俄罗斯和军刀的最新动作，其根本目的还是推动北约做出有利于俄罗斯的决定。与此同时，普京还指责欧洲破坏了俄美武器合作，并违反了双边武器协议，只是普京好像忽视了俄罗斯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违反的多边和双边条约。据悉，自普京2000年首次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就在不断违反了相关条约，如俄罗斯利用开放天空条约的条款收集图像，以达到情报目的，并制定非法飞越限制和机场指定，以使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占领合法化；又或是俄罗斯2007年暂停加入的欧洲常规部的条约，并继续违反该条约，在未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同意的情况下驻军这些国家等等。大家认为特朗普会接受普京的示好吗？中国海军突发号外，其配备电磁弹射器的福建舰成功弹射了包括歼 15T、歼35以及空警300预警机3款机型，使其从甲板上快速升空。这是中国海军发展历程的重要突破，标志着福建舰已确定具备电磁弹射和回收战机的能力，性能将直追美国的福特级。报道称，从福建舰试射以来，持续组织多次试验训练任务，特别是歼15、歼35、空警600这3型舰载机最为重要，已能熟练地在福建舰上实现起降，验证中国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器与阻拦系统的良好适配性，使福建舰初步具备全甲板作业能力。据悉，在弹射器的协助下，舰载机的性能得以完全发挥，战机可以在满载武装与油料起飞，作战半径能够发挥。而空警600这种中型舰载机的起飞，除了是重要的空中指挥官以外，同时它也预示着运载运输机、舰载空中加油机的可能性，中国航母部队的战力或将发挥到极致。台湾中山科学院18日于台北航天国防展上，一举和6家北美国防商签署合作协议，引进无人载具、反无人机等关键技术，全面提升军事科研能量。其中与诺格合作引入的 IBCS 系统，未来将成为爱国者、NAS、AMS 导弹，甚至是台湾自研系统整合的关键利器。报道称，引进的 IBCS 系统已于本月16日于波兰境内试射成功，创下了阶段目标里程碑。据波兰国防部介绍，该国武装部队所属第3防空导弹旅的第37防空导弹连，当天首度运作，整合了 IBCS 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后成功试射了爱国者2型导引增强型导弹，并模拟拦截了25公里外的巡航导弹的靶弹。这是该系统首度在美国境外试射，验证了该单位的初始作战能力，也创下测试阶段新纪录。
波兰国防部指出，这场实弹射击是北约2025年度钢铁防卫者联演科目的一环，也是秋季训练科目之一。过程中，波兰军队先是以 AN-MPQ-65 相控阵列雷达搜索、追踪并识别目标，随后由 IBCS 系统与雷达整合请资实时传输，紧接着第37防空导弹连发射 I2 导弹接战，摧毁模拟目标，实测各层级指挥程序执行，充分发挥了防御效能。公开资料显示，波兰是基于代号 WISLA 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引进 IBCS 的。有鉴于俄国弹道导弹、远程巡航导弹的威胁，波兰未来也将整合以通用防空模块化导弹增程型为主体的 NAR-EW 中程系统，以及短程的 PILSA+ 系统，共筑3层防空体系，守卫波兰国土安全。据海军新闻披露，美国陆军正计划重启一款遭陆战队取消的远程火力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车，并计划于2026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年度军演中进行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据悉，这款发射车是基于奥什科什防务公司的 ROGOE Fires 无人驾驶平台研制，搭载着一座可发射战斧导弹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本来美国陆战队看起性能是打算采购超过50套，甚至一度想在2023年成立了第一个发射连，结果考虑到当下严峻的作战环境下，其机动性不如现役的海马斯等装备，于是便在2026财年预算中取消了这项计划。如今美国陆军之所以重新对该发射车感兴趣，源于其现役的中程能力发射系统在部署上遭遇的困境。据悉 MRC 以大型拖板车为拆台，在首次部署至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时便暴露了其机动性不足的弱点。相较之下，无人驾驶和远程遥控的远程火力发射车能提供陆军部署战斧导弹时更加的机动性与分散性，从而应对新的挑战。目前该发射车仅整合了战斧导弹，但由于其发射单元与 MRC 系统尺寸相同，未来也可能整合标准6型防空、反舰两用导弹。此外，报道还指出，美军的精准打击导弹也可能整合到同款底盘上，为陆军与陆战队打造共通的发射载具家族。国防新闻报道称，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上将23日在美国空军协会航空、太空与网络年会上宣布，美国首架第6代战机 F-47 的原型机已由波音公司投入建造，预计将在2028年进行首次飞行。报道称 F-47 是美军 NGAD 计划的最终产物，其目标是取代现役最强大的 F-22。尽管关于这款战机的绝大多数细节仍属于高度机密，但已知它将拥有最先进的隐身能力、武器系统与发动机。阿尔文上将曾于今年5月在网络上发布图表透露， F-47 的作战半径将超过1000海里，约1852公里，飞行速度可达2马赫以上，并说美国空军计划采购至少185架 F-47， 其机队规模将与现有的 F-2 机队相当或者更多。在演说中，阿尔文强调，美军若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在空中拥有压倒性的主宰力量，而 F-47 正是提供这种能力的关键。他表示，新型战机自从3月份宣布由波音获选以来，团队已迅速展开制造工作。同时，他还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对投入 F-47 计划的波音团队大加赞扬，并播放了一段影片。在影片中，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波音战机生产设施内，员工们在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宣布由他们建造 F-47 的当天早晨，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支持吴军打进莫斯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